茶花开完花以后怎么换盆成活率高？要不要给它去吸根儿？今天开一个茶花花瓣以后的换盆方法，咱们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收藏一下。再次声明一下啊，茶花在满头花苞的时候，或者是这种开放度比较好的时候啊，这时候不要去动根儿，不要去换盆。绝大多数人啊，给茶花换完盆以后啊，都会出现叶片疯狂的掉落啊，最后光杆这个茶花死亡，是吧？咱们换盆的时候啊，把表面的这些浮土去往下这个给它抠一抠，尽量的盆面不让它留过多的土，盆面可以稍微露出来点根儿。咱们看这个茶花啊，周边的根系是比较密集的啊，包括它这个土球里，包括它这个底部啊，根系都是比较密集的。如果说原土球不动啊，换进新盆里，在咱们室内养护的一个环境啊，这个土球很容易闷裂啊，这些白根都会变黑。咱们主要就是给它稍微抠一抠土球。调整一下这个茶花根系的一个生长方向，是吧？现在它一直在缠根的一个状态啊，盘根的一个状态。你不梳理的话，是吧？那么它这个根系会一直盘着啊，它不往外长啊，最后就是闷里。咱们动的时候不要大动啊，这个手法我教你们都是实操的东西，这个手法注意啊，不要大动，顺着这个根系稍微抠一抠土球。是吧？你看我都是很小心啊，包括周边的土球，是吧？给它稍微的这么松一松啊，稍微的松一松，让它这个根儿露出来一部分啊。茶花只要这新根长出来几条，那么这棵茶花它就活了。这种感觉就像什么？就像给这个头部啊，咱们做按摩的感觉。有很多人说这个你年纪轻轻讲的真磨叽啊，咱们尽量的啊讲细一点啊，让这个新手更容易操作一点，减少操作的一个错误性，是吧？周边的这个土球啊，看到啊，稍微松一松土，让根儿调整一下生长方向。那么梳理到这种程度啊，周边打散一些，那么就 OK 了啊，没有必要强迫性的去吸根儿啊。咱们看一下啊，我梳理下来土球里边的这个根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啊，我尽量去抠土啊，是吧？咱们这个小耙子是很实用的啊。那么就是花盆的一个选择啊，那有些人说我喜欢漂亮一点的瓷盆去种啊，那么咱们可以种瓷盆底部单孔凹凸不平的这种盆，比较容易积水。咱们在花盆底部做一个透水层啊，最简单、最实用、最省钱的方法就是一个破花盆啊，这有点硬度的破花盆，周边剪2个排水口啊，直接垫到花盆底部，然后咱们在这个花盆的周边呢，去填上这个陶粒儿，或者填石子、填火山石都可以啊。如果你选择用那种排水比较好的这种塑料盆种的话啊，咱们可以不去垫底。如果这个塑料盆比较大，花比较小啊，还是建议底部做一个简单的沥水层，然后咱们底部填底土啊，底土的厚度大概也就是8到10厘米。我用的还是咱们这个中沙沙火土啊，松软度非常高啊，排水透气啊，包括保水性是比较均衡的。它属于一种相对万能一点的土啊，通用一些的土，绝大多数植物咱们都可以用。这个土的容错率相对来说高一些啊，极大的减少你的氧化难度和浇水难度。咱们花盆周边还是常规性的去填土，铁砂掌啊，咱们把周边的土给它填实它，周边土填实以后，把盆面多余的土咱们给它拿掉啊，不要说我铺上这个土了。不要啊，把这个盆面的土给它拿掉，浅埋浅种，让它茎干和原先的黄泥土的土球要露出盆面啊。有人说，你这个盆面露根了，露点根没事啊，你就当这些根它是喘气用的就行，不用管它，没有事啊，不要过于担心露根了，这俩根死了就死了，啥事没有。然后咱们这个针对茶花不爱长根的这个问题啊，盆面可以给它撒点微生物有机肥，刺激它这个新根快点发出来啊，快点浮盆，给这个肥啊均匀的撒在花盆表面。用完它以后啊，像茶花这种喜酸植物，你不用额外的去给这个土去调酸了啊，本身咱们这个中沙沙火土它就是酸性的啊，再加上这个微生物有机肥，它也有调节土壤酸度、调节土壤板结、刺激植物长根的能力啊，它不伤苗，所以说不要额外的去给这个茶花调酸了。然后咱们浇定根水的时候啊，原土球给它浇透，是吧？我水一冲你就看出来了，是吧？中间的黄泥土都冲出来了，埋的比较浅啊。原土球先给它小水慢浇，给它浇透，然后再把新土浇透啊，浇到底部多留点水。然后咱们把你家这个茶花放在一个光线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啊，环境要特别明亮。如果是南阳台的位置啊，你可以挂一个那种防隐私的那种纱帘，那个光线对它来说是最好的啊。前期养护啊，注意浇水频率要提上来啊，千万不能缺水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